杨先生31岁，来自湖南，有请杨先生，有请。周女士33岁，来自湖南，来，有请周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想不明白是吧？是的。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本来是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他现在突然说不想结婚了。你在小片里说水深火热是吗？是的。讲讲怎么水深，怎么火热？以前的呢，他脾气还是挺好的，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现在就是说他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3天一小吵，5天一大闹。就前几天下班了之后，就是说把衣服放在了洗手间泡着。我当时还跟他说了，我就是这个衣服我来洗，我会晚一点洗，我想休息一会吧。他也没说什么。后来就是他爸爸回来之后，他爸爸跟我说，这个衣服你今天还要不要洗？他一下子就火气上来，直接冲到我面前。这2件衣服你洗了不就得了吗？你为什么要放那么久呢？你还一直坐在那玩手机，然后你现在都住在我家里来了，然后我爸爸妈妈都看了这件事情，这样看得让他们好吗？哎，怎么还没结婚就住人家去了呀？他住在我家呢，是我觉得他没什么钱，工作又不稳定，住在我家里就方便一点嘛。所以住在人家家，在人屋檐下，日子好过吗？不是很好过。他现在就是管我的钱嘛，也是管的有点过分，甚至怎么过分呢？就是说我的工资卡都已经交给他了，他要是心情好的时候没什么事，就心情不好，把我就是说身上的钱啊，就是你一些微信里面一些零花钱，就是全部拿走。反过来就是我在外面去吃个饭，我还要问他给我钱。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身上电子货币也没有，现金也没有，是不是这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你要在外面买个盒饭吃，还得他帮你付钱，是这意思吗？对。行吧，你回答一下姑娘刚才那问题吧，为什么不跟人结婚？我就是因为他脾气暴嘛，甚至就是说一点尊严都不给我。有一次就是说我下班之后有点累，回来之后在沙发上我休息一会，他一下子就突然就发脾气了，发脾气在家里砸东西，砸东西他就是还不解气的是干脆就把我的衣服裤子什么鞋子之类的包子全部往楼底下扔，搞得就是父母也知道，身边的邻居都知道了，我很难接受。你扔这东西什么意思啊？他下个班回家就一直个人躺在沙发上拿个手机一直刷，我跟他说话都当我是空气一样，完全可以不理我啊。他为什么就不能来跟我说说话干嘛呢？对，所以这扔衣服的意思是他在我家，你这样不理我啊，你对我又不好啊，你干脆就别坐在我家，你坐在家干嘛呢？你就吃我的穿我的，还坐我家里，让我心里觉得那个吗？我怎么就吃你的穿你的吧？我的工资卡在你手上。哎，我问一句啊，按我的理解啊，一般人就搬走了嘛，就觉得是个尊严问题嘛。对，就是一个尊严。那你没搬走吗？搬走了之后就代表可能就是分手了吧。我也有点舍不得，毕竟也在一起这么久。那我真的对他很好的，然后我跟他在一起出去的时候，我都不让他花钱的。然后我每次他有一次的时候，他在外面租房，刚来长沙的时候嘛，就要在外面租个房子嘛。他开始还没搬到我家了嘛，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有时候他有一次说没钱交房租了，我想都不想就给他把房租给交了。所以就是你是他的银行嘛，对吧？你给他花钱，你现在还管理他的钱，你不是他的银行吗？但是我对他那么好啊，他却这样对我啊。哦。所以你的纳闷是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不娶我是吧？对啊，就今天他说想不结就不结了，那我家人怎么看我啊？那我父母怎么看我？周围的朋友邻居都知道我们结婚了，还住在我家里的，他现在说不结就不结了。你现在等于骑虎难下了是吧？外人认为这是你们家的姑爷了，实际你们还没结婚，是不是这意思？对。行，哎，你到底想不想结嘛？不想结婚，分手。我跟他提过，他就是在我身边的朋友之类的都说我是个什么白眼狼，我吃他的劝他的应他的。难道你不是白眼狼吗？我怎么就成了白眼狼？对我蛮好吗你？不，你是白眼狼吗？不是，我说你是。我怎么就是了？我的钱就是嘛，我怎么是白眼狼？你就是嘛，我就不是啊。你就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说没用啊，分手就得了吗？大家都说你是，你不是，不就没事了吗？这不就是一个预演吗？所以你为什么不分手呢？就是你给到的理由是，他用道德绑架我，他跟所有人说我是白眼狼，我害怕别人说我，所以我不分手。我理解的对吧？是这意思吧？是。但是你并不害怕别人说呀，你分呢？我来这的目的就是想，他就是如果是脾气能变好，就是变回以前那样子，我还是能够接受。你能改回去吗？还是你的脾气就是这么一个脾气啊？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就是跟他在一起，后来才变成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他也不像这样对我啊，那个时候对我还算可以嘛。因为那个时候我做微商的时候，我家里父母不是一直不同意嘛，然后他就一直在支持我。当时我还觉得这个人蛮可靠的。可经过这么长时间到现在，他怎么对我的？我对他付出了这么多，我2年的感情，我又对他那么好，我这么长的时间，你算过你这2年为他花了多少钱吗？最关键的不是钱的事情，我还很爱他。你爱他什么呢？他因为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吗？啊，你的意思是他变了？他以前是什么样呢？以前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嘛，开个心的有说有笑嘛。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来长沙，就在江苏那边。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创业做微商的嘛，就是我一个合作伙伴把他的那个微信推给了我，然后我就加了嘛，我就当个朋友就处一处嘛。然后处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也没见面，就只是每天只是视频电话聊天。后来聊了段时间之后，就3个月之后嘛，然后他就突然说他要来长沙来玩2天，玩着玩着他就说我不走了，我就在长沙留着发展算了，我就在这找份工作，就租个房子。后来我也同意了嘛，不是家人反对吗？然后他也支持我，我就跟他在一起了。家人反对你们俩，还是家人反对你当微商啊？家人不同意我做微商。你当时在江苏做什么呀？做物流啊。为什么去湖南啊？就是因为他嘛，我们是认识的时候是17年嘛，3月3号吧，那个时候，我就是说6月5号我就来了长沙这边，刚好我那边就是工作不是很好，就是说我来这边看一下，觉得他这个人也挺好的，我就在那边发展，后来就是在一起了。啊，所以其实这个女人是你去湖南工作的一个桥头堡，对吧？没错，敲门砖，过渡石嘛，再加上还喜欢一点，你看又有情感的依托在里头，又能够帮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来帮助我，所以你觉得他不错是吧？也不完全吧，他人也挺好的，各方面都挺好的。是人没有，咱们在这儿没有说谁不好啊。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女人真的是让你受不了了？就是我搬到他家住之后，在外面租房子租得好好的，为什么搬到人家去呢？也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工作不是很稳定，搬到他家住有2个目的，第一就是说减少了经济压力，第二个包括他父母也同意我搬过去。重点是可以照顾他，2个在一起做得更好一些。你照顾过我吗？我怎么感觉我跟你在一起都是我在付出，你什么都没做一样？我有哪一件衣服是你买的？你给我送给我什么东西啊？我钱都在你那里，我怎么买嘛？好，来问一下，你男朋友现在1个月挣多少钱啊？他1个月的工资不是很高。哎呀，你就告诉我他1个月挣多少钱嘛？别不是很高嘛。没钱。所以你拿的是张空卡嘛？不是，我是今年是重新换了工作，我现在在工地上做事。行，去年你去年是0收入嘛？对，差不多。就人家养你嘛？也不是完全，我多多少少你没有收入，你靠什么活嘛？怎么可能没收入啊？多了是还是只是少？到底是少还是没收入？少到多少？2、3千块钱是有的，3千以上，3到5千。没有。有。我都不知道他钱去哪了，我以为他工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谁知道他有没有藏私房钱啊？我又不知道他为什么藏着啊。所以你那卡里面是没钱的是吧？那你还哭什么穷啊？还说人家管得严？你说你挣了3、4千、4、5千，他说卡里1分钱都没有，那钱去哪儿了呀？我那交房租吧，那个时候不是住他们家吗？是后来。哦。是去年以前我是住的房。你们俩谁挣的钱多吧？生活里花谁的钱呀？我花我的。花你的吗？明明是花的我的，好吧？怎么会是花的你的呢？你根本就没有多少工资，好吧？我是去年没什么多少工资，但是今年有钱了吗？今年还可以。今年1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有7、8千了。这就我没看到你有7、8千啊。那我的工资卡上好像我好像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核心并不在这儿嘛，这挣了7、8千就翘尾巴啦。我不推测谁说的是实话，谁说的是假话，我们也没有这个职责，也没有这个权利，更没有这个义务。但是通过先生的回答，我们基本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我一开始觉得你还挺委屈的，后来我觉得你还真是，你尊重过他吗？尊重过。你爱他吗？以前爱过。现在为什么不爱了？因为他有时候他的脾气为什么变暴了？就是这个女生一直特别委屈的，没有说出口的，就她说不出来，她表达不清楚，为什么？他以前是挺好的吧？你现在是不是不喜欢他了？是。那你告诉他我不喜欢你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还吊着他呢？他不让我走。你可以走啊，腿在你身上啊。我还是有一点舍不得。舍不得什么？
因为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他是你生活的一个后路吧？不是。你害怕嫁不出去吗？说实话，还是有点害怕。所以你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对吗？这是你的第一次谈恋爱吗？对。这是你第一次谈恋爱？对，这是我的初恋，我肯定不会那么就肯定要跟他结婚啊。这是你的初恋啊？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你想我30岁的时候才跟他谈恋爱的，才认识他的。别人的话都那个女孩子都是17、18岁的话就谈恋爱的，但是我的话，30岁的时候我才跟他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我第一次把我的男朋友带回家，是第一次带回家的。哦，理解了，理解了。有压力了。有。我们今天坦诚的来说啊，我相信一开始是挺喜欢这姑娘的，对吧？对。我也相信去湖南找这姑娘比找工作更重一些，对吧？也可以这样说吧。所以任何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大概都挺纯纯的，没有什么杂质，是吧？是。啊，可是相处了之后就会发现，对，有诸多的不合适，对吗？对。我相信你一开始发现这个女生的不合适，或者她的任性，或者她的管控，并不是在住进他们家以后，对吧？是这样的。你能够理解她说的那些话吗？理解。你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她觉得她没安全感嘛。哦，怕她跑吗？怕。什么时候开始怕她跑的？就是有一次嘛，我跟他一起出境的是回他老家嘛，然后在老家的话，那去他老家在少爷那边，然后我们就到了晚上嘛，是在酒店里嘛，他突然人就不见了，我打他电话也找不到了，然后发微信也不回，过了很晚的话晚上才回，他居然跟我说他去帮他一个朋友了。那我听了，我当时出去的时候我都跟你打过招呼了，我说我出去办点事，晚一点回来。是回他老家还是出去旅行啊？是回他老家，我跟他一起回他的老家。那为什么没有去家里啊？因为当时嘛，在家里嘛，因为农村嘛，有的那个不方便的，说2个人一个情侣回家嘛，是不能晚上2个人是不能住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去深究这个事儿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其实都不重要。谁说的对，谁说的错，我有时候真的我自己理解啊，在情感当中，这个时候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每个人站在各自立场的时候，总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说辞。就是你觉得他可能有点忘恩负义，对，他可能还觉得你以势欺人呢。你觉得他很懒惰，他可能还觉得他很勤奋。没错。你是觉得你一直在照顾他，他觉得可能在情感的付出上他比你还多。对。所以这个事儿是说不清楚的。因此我想，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就是为什么2个？其实这个舞台上面很多年轻人都说，我们一开始相爱的时候都是这样，怎么谈着谈着恋爱就发现不是那个人了？到底是人变了，还是真实的自己更清晰地呈现在对方面前了？我相信你们今天来主要是听老师们的建议的，对吧？对。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首先分享2个现代汉语名词：尊重。重视而严肃对待，尊严，独立而不可侵犯。女生对男生是没有尊重的，恃宠而骄，嚣张跋扈。男生前期是寄人篱下，人穷志短，后期呢是毫无底线，心机颇深。他肯定是不尊重你的，尊重当中有教养的问题，还有你自己是否有尊严的问题，你是否独立而不可侵犯。前面讲到说，东西给你扔出去，你默默地捡了回来，为什么？你虽然一直不承认，但是我读到的信息就是，住在他家，省房租，吃的、喝的、用的，按照他讲的，都是他的。你吃人家、住人家、拿人家的。一般男人转身就走了，你不走，就是人穷志短啊！你这样没有尊严、没有底线的生活在他旁边，他自然不会给你足够的尊重。尊重不是要来的，是自己挣来的。
你没有，现在好了，月收入7、8千了，想翻身农奴把歌唱。好了，我们节目现场来说，你再不尊重我，我不跟你过了，他不放你走，所以你今天来了。话就说的不要太漂亮，我们今天在这儿就坦诚的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就是他如果再不尊重你，你就打包走人，不要说什么啊，他如果变成什么什么什么样，我告诉你，以前是我们回不去的曾经，他不会变成以前那个样子了。他刚刚讲什么？遇见你之后，他变成了更糟糕的自己。我们谈恋爱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但是他不是，他越来越不好了。自从他搬到你们家以后，你们的情感关系就失衡了。为了寻找这样的平衡，你开始骂他、侮辱他，甚至用经济来制裁他，这样你才会心里平衡一点。不然你凭什么住到我家里来？我们讲啊，人啊，3穷3富过到老，无论男人女人都有自己生活和事业非常低谷的时期。如果我们爱他，就包容、尊重、鼓励、帮助他，而不是去践踏他。你今天来也是由于不甘心，如果你是因为不舍得，那我们可能会劝一劝，但仅仅是说我已经为你付出那么多了，你现在还要甩了我不服，我觉得这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男生3个字，搬出去；女生3个字，认了吧。就这样。好，谢谢左岩老师。包红兄，一个大男人干嘛在婚前要住进女方父母的家呢？你确实是省了一点房租，但你让自己抬不起头来了。你在别人的屋檐下被人家指手画脚，那是必然的。就是今天来到了现场，你也是被人家捏着软肋，你吃人家的用人家的。我们说你是不是为了爱才住进去的？我不这么认为，你恰恰是在他家里你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安全感。当然女生确实像控制她的生活，控制她的情感，控制她的工资，她又不是你家养的小狗狗，你这样的一种控制绝对不是其乐无穷，是她难受你也难受。所以面上看你患上了婚姻恐惧症，但这个药方一般捏在他手里，另一半是捏在你手里。因为你对恋爱对婚姻，我认为你的价值取向是有问题的。这么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有志气真正的去拼搏一下，去赚一份稳稳定定的有希望的钱吗？为什么今天少明天多？这个问题就出在你的价值观上啊。所以这一个问题很显然，你们要改，两个人都要改。如果不改，那这样的婚姻恐惧症它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了。好，谢谢包红兄。来，沙大老师，你俩从上场到刚才结束对话，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两个人都在始终强调着自己的付出，但是你们两个人的付出呀，为彼此的付出都不真诚，现在都在拿着付出强调权利。先来说姑娘啊，你一直说我为你花了多少多少钱，你就必须得娶我，你现在不娶我了算怎么回事？那换言之，你为他花这些钱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娶你。逼婚如果逼到这个程度，用付出来强调我一定要嫁给你，一定要娶我，你就把自己的身价放低了。你不是嫁不出去的吧？那就算现在这样，你为他花了这么多钱，付出了这么多，人家就不娶你了，你能怎么着？你要怎么办？你说我钱白花了，付出白付出了，可是那是你心甘情愿的吗？如果不是你心甘情愿的，那你就是带有目的性的付出。如果是你心甘情愿的，你就没地儿说理去。千万不要在
这样面对面的时候强调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你现在说不娶我就不娶我了，特别难看。就是当两个人把彼此的付出掰开了揉碎了，在讨论谁付出多谁付出少的时候，这段感情基本就已经接近终点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把脸放在地上了。拼命付出的那个人就有权利要享受更多吗？并不是，在爱情当中就是这样不平等的。不是说你付出了100分，你一定会得到100分的回报，但这100分是你心甘情愿付出的。所以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付出挂在嘴上。那对于男生来说呢？您是什么呀？您就是那个放下筷子骂厨子。什么意思呢？当初钱您是主动交给他要管的吧？然后呢，住到他家也是你默认了我住到你家，然后实则受贿的是你自己，帮你这个减轻了经济上的压力，便宜都让你占了。咱不要做那个放下筷子骂厨子的人。咱们受到了照顾，受到了优惠，或者说在这段感情当中你享受到了人家为你的付出，你就要怀着感恩的心。你受到了这些他对你的好，然后你不念他的好，你还翻回来倒打一耙，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所以我就说，你们两个人在念着自己的付出的同时，都不是真诚的在为对方付出。如果既然是这样，到现在为止，趁大家还没有彻底撕破脸的时候，还带着一定的尊严在这个场上站着的时候，我们就好聚好散。谢谢。好，谢谢沙娜老师。来，涂老师。在长沙租一套房子并不贵，即便是现在，差的800、900，好的1500、600、2000。如果男生真的能够挣到7、8千，其实现在就搬出去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想当年我跟你一样是个外地人，从江西到长沙，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婆，就是长沙本地人。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住到她家去，因为一个男人如果在没有结婚之前就要开始住到女方家去，其实恰恰证明了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而女方也万万不会带着自己的男朋友住到自己家去，因为她希望自己的父母明白，我找的男朋友不是一个等、靠、要的人。你也希望自己在父母面前有面子，找的男朋友是个独立的人，那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回家去呢？那是因为你们本身对婚姻是存有目的，你想找个听话的老公，他想找个舒适的港湾。我们一开始特别想不明白，一个女人这么羞辱自己，说你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你这个白眼狼。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能够羞辱男性的词语都用在你身上了，你为什么还能够在那个家里面住得下去？网上有一句话大概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是爱吗？是责任吗？是没钱。但我更准确点来说，不是没钱，是时机还没到。你要是真的挣得到7、8千，又或者是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对你更温柔的女子，我想不明白你还有什么理由要留下来，你说呢？而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样，但凡是到这个场合来做节目的情侣，大概都面临2种打算。第一种打算真的是来找方法，第二种目的就是心里憋屈没处说，要到这个平台上让大家评评理。于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情侣他的言辞无所不用其极，夸大自己的痛苦，夸大自己的悲伤。但凡是像第二种目的的情侣，其实他们对婚姻都抱有目的，对于自己的付出都付有代价，都含有条件。你就说嘛，你那些难听的话都说出了口了，你扪心自问，你有多爱他？你觉得你们俩还能过到一块去吗？其实你们2个人都是不太爱惜自己尊严的人，所以才会在一个场合有什么撕什么。
所以既然一开始就抱有目的，这个目的现在已经破裂了，那现在最需要是给自己一点面，给对方一点面。对，你们俩赶紧分，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友情提示一下，谈一次恋爱就成，还挺难的，这个概率比较低。所以谈一次也有好，就是你了解了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这毕竟不是跟自己的对话，它是跟另外一个人的对话，这是给你的哈。男生，你还记得我们俩关于是不是白眼狼的那个争执吗？其实你做一些事儿，如果你的内心并不是那么想的，你可以不要介意别人的看法。人嘛，凭良心做事儿就好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是良心左右不了的，知道是什么吗？我可以特别感激左岩老师，对吧？但是你说要爱，靠这种感激是一定爱不上的。就良心这件事儿，在爱情面前它用不上，听明白了吗？明白。最后就是说一个特别感慨和感触的东西，就如果我们把这个穷等同于没钱的话，那其实你真是一个穷人。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穷是没有资格谈恋爱的。我指的这个穷，就是他没有精神世界，没有自我尊重，没有对别人的尊重，没有对别人的善待之心。其实跟你有多少钱没有关系。你会看到很多到一个城市去漂泊的人，做着工作，自食其力的生活着，他们依然有他们爱的人，他们的爱情依然是让你羡慕。所以穷这件事儿千万不要简单的等同于没钱。如果把钱当成一个衡量世界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悲剧嘛。其他的东西不说了，留给你们吧。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开始我只可以直接读对吧？说吧。要的是感情，最后我无力的叹气，想好的是命运。不说了。你爱是选择。来，请亮灯。9年，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这个环节的时候问，说可以直接走吧。对于他们这对情侣来说，如果有人可以这么坦诚，说明4位老师今天给他们做的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对他们有用。谢谢2位，请回吧。来吧，看结果，请开门。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